先来适应一下。下午好。谢谢。谢谢这个朋友祝我们生意兴隆。好长时间没播了，不是，之前好长时间没播了，然后现在播一播，然后把这个权重什么往回拉一拉。可以说这个下午直播是头一次，之前都是晚上直播。百里屠夫，我们在一个城市啊，我们他不是在北京吗？还有健身，但是不多，现在可能一周就是2次吧。小伟在休息。开心一点，只要活着，所有的错误可以纠正，只有死亡是无法。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龙二粉丝，这个名字倒是非常那个啥，直接发了一个连线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
我不是属马的。点错的话就直接给这个关掉了，这个连线。这个在哪关？今晚上播。那开始吗？哎，没事儿，你现在休息也行，怎么都行。啊，等你那个状态恢复好了。你在干啥？吃饱了？就是聊天啊。开了。啊。没事儿，你要想那个休息就行。要是想那个什么，等那个随时过来。是，我是东北人。我们都是85，你过40的时候什么感受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觉得感受挺多的。就是人到40岁之后，分哪方面嘛？就是认知方面肯定之前是不太一样的，可能知道的事情比以前多一些。不在一个城市，一直都没在一个城市，所以只有在之前拍剧的时候才会在一起，平时并没有在一起。感觉40岁开始好日子要来了，过去放不下了，再执着。这个我觉得就跟每个人的经历和开悟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嘛。反正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40岁了就会变得比以前要务实一些，是有一种比较向内追求的那种。反正我是这样的，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。就之前相对年轻一些的时候都是比较向外，比如说喜欢交朋友啊，喜欢去向外面去展现自己这种，就是10年前的时候。现在就不是，现在会更关注自己的，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感受。这眼神里有故事。是。现在是喜欢读书了，更喜欢读书，尤其是做 UM 这个东西之后，就是变得更孤独了。觉得我每一个创业的都这样吧。
是喜欢安静的时间会多一些，但是平时还是情绪上面比较焦虑，就是感觉创业之后会这样，就是特别容易焦虑。帽子也是啊，但是这个帽子是以前的，现在已经就是卖完了之后就没做了。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上衣和裤子，就这些配件儿，在第2年、第3年的时候做的挺多的，然后后来就不做了，就是主要在做这个衣服跟裤子这个东西。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，就是那个时候觉得比现在有干劲，然后加这些配饰什么的都有精力，但是现在感觉精力不够，精力变少。我在广东啊。嗨，小兵，方便啊，我是40嘛。上面是一个小熊，就是以前做的东西，什么图案都有。最近的话在统一图案，最近统一的图案就是像我这个左胸口，这是左胸口啊，但是这个看可能是一个镜像，这个龙的这个刺绣，我最近都在统一这个 logo。接下来我们做这些款也是都是统一这个龙的 logo 的。不用上链接，不用上，不用上，小聊天儿。这个白，它那白 T 没有这个。还有吗？没事，链接。啊，长条形的龙啊，有设计的，这个一个龙和一条鲤鱼，但是还没用这个东西，是比较中式的这种。现在想的就是先多直播，然后就是把这个人气往回拉一拉，因为我已经好久都没有那个什么，好久没直播了。这个是300克的，300克的，我会比较喜欢300克的，它不是特别重，也不是特别轻。这是在展示衣服吗？是，也算是。就是大家刚好问到的话，我就会就是讲一讲，说一下。然后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克服一下这个紧张感。你是不是很容易信任别人？是。感觉越简单的图案越好，那我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什么也都是比较喜欢简单一些的这种，然后 UM 的整个风格也是这种简单的，然后单色简单，然后款式啊、版型什么都是比较宽松的这种。就是说穿上之后会非常的放松，是有这种放松感的。简洁纯粹是，我也会觉得越简洁会越纯粹一些。尤其我觉得都
40岁了，可能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大多会比较喜欢简洁一些的吧。就是，如果图案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就是花哨，是相对来讲是年轻的人会比较喜欢一些。下午好，果果，那这么多年下来还能保持，也不是保持童真吧，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弱点，是缺点，真的是像你刚才说特别容易信任别人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并不是优点。那我非常感谢啊，行行行，呃，那那就借你吉言吧，我也希望我这边的事业能越来越好。其实，对，反正现在是挺困难的，一直在撑。因为现在可能整个行业都不太容易，就是现在是存量时代嘛，然后尤其服装业来讲的话，又是夕阳饱和，非常饱和的红海行业，所以非常不容易啊。看整体可以啊，整体。我今天这个衣服没有掖进去，因为平时穿可能会把它掖进去，掖进去之后还是挺有感觉的，包括这个袖口位置也可以给它翻上去，没有翻。这个就是正常不做任何小修饰一个上身的一个效果，就这样，就是一个大的 T 恤。瘦子也能穿啊，瘦人是能穿的，瘦人就是 M 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你夸奖。转运到抖音商城了，有抖音店的，抖音店就叫 UM 工作室，也是能上那个小黄车的。我要是能上小黄车的，看一下。有124斤，穿喜欢比较宽松的感觉的话，就是 L，但是 M 就够了，M 就够了，因为它这个版型是稍微有点宽松的这种，就是这种 oversize 的这种款式是这种，就是宽松的这种款式。124斤，M 吧，因为我怕 L 太大了，除非说你要是说喜欢特别大的那种，是可以尝试 L 的。不是身高啊，身高没有太大的区别嘛，我觉得大家都是从大概1.65米到1.85米之间，基本是不分这个什么，因为你看它下摆都是到这个腰下边一点的位置，属于正常版型的这个 T 恤。然后我个子也不高，我只有1.74米嘛，然后它整个下摆放下来之后，在这个位置。链接里没有半袖，上面有啊，链接里是有
有这个 T 恤的，多些夸奖。1.74米容易长肉，是，的确是1.74米比较容易长肉一些。这个边界上一个 T 恤的那个小黄车多少？啊，我现在这不是有小黄车吗？有小黄车。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弄啊？没挂上。我看一下啊，电商，然后啊这个讲解啊，不是讲解，直接这是有了吧？哦，在那个在11号，对，讲解中的是这个。对，有了，现在有了。啊？这是现在上市。对，之前在这里。啊？我没听清楚。啊。就是有了，现在有了，刚才没有。真的是你本人之前看到你作品盗用了啊？下午好，白色枫叶，下午好。对，因为这个好久没有直播了，回来稍微拉回一些这个人气，然后这次再次就是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号的。不掉色啊？是不会有掉色这个问题的，是我做的这个东西，这布料什么的都是自己选的，但是不会掉色的，除非说你这个使劲搓，黑色你要使劲搓的话，有可能会掉色，但是正常是不会的。你现在就准备尝试每天都播，有时间就播一播，对。不然闲着的话也是会焦虑的，所以就还不如播一播。没有男朋友。确实不会掉色，是我们的一个标签嘛，就是精工和高质。我相信是有很多UM 的客户的，就包括我们的那个店铺里的质量分都是满分是5.0。咖啡色可以啊，正好我们有咖啡色，这个是咖啡色的，然后这个是昨天展示了一下，然后就把它从包装里面拿出来了。这个是领标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有一个 UM 的一个标，就是挺大的一个。然后这是吊牌，4个17的吊牌都拴到一起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刺绣的部分，刺绣部分跟这是一样的，它都是银灰色的，就用银灰色的线刺的。然后颜色呢就是这种颜色，这个是咖啡色的这个颜色，咖啡色的是挺提脸色的，其实。然后我今天没有穿咖啡色的，然后大概的版型就是这种衬还是挺大的，就是 XL。然后还有里边就是水洗标的位置，水洗标的位置也是UM 的，对。
之前买过龙年的衣服，那图案就洗几次断掉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确它是印或者是刮上去的那个图案的话，的确是挺容易掉的，但是刺绣的就掉不了，所以今年主要做的都是刺绣，就在接下来的这个T 恤、衬衫什么的，短袖衬衫什么的，就是今年的夏款，包括亚麻的这些中式的，都是刺绣的龙标，大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个是4.5的一个大小，然后其余的那些有2厘米，就是很小这个龙标。就是离远看的话，可能看不太清楚，但是离近的话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的 logo。就是我们遥远工作室龙里系列的一个 logo。我让各位们看《白里透说新龙剧斗》，看了，很好看。这个是4:40都没出，是今天还是会有点困。1.7米85公斤，穿一个叉的就可以了，就是 XL 就可以了。那说明看到心里了，不然你不会说每一个都会想哭。不用谢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直接在这个视频里问我。走不出来就可以反复看，看多了就走出来了。龙哥以后有可能有新剧演出吗？可能有吧，可能会有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对，我最近会经常在这个号经常多播一播。变成光图没有，没有变成光图，就是不想整理，然后就直接戴帽子。我又不是演员啊。一定要演啊，演的真的好真实，很好看啊！谢谢花姐。中午还在百里直播间问我啥时候再给这一时回去。不是的，真不是。不是那个我不去，是刚好确实是一直都就时间不是说非常的对得上嘛。在广州定居了。不算是定居吧，因为来自这个做这个 UM 嘛，做 UM 的话，暂时肯定就是在这儿。白 T 恤龙字设计的挺好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设计的。比较中式，然后也比较有我们龙里系列的这个特点。
得多直播，粉丝喜欢。是现在会了，我接下来会经常直播的，想把人气往回拉一拉，因为之前一直都没有直播。还是跟我们展示你的才艺，唱歌啊，唱歌不是我的才艺。我二哥是东北，是东北人，辽宁人。那不会，这个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，这样不好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是得坚持，这个你说的是对的，得坚持。我我觉得 UM 一直在坚持，就是直播这件事一直没有坚持，因为真的恐惧这件事情。多拍点抖音作品，想看分享日常。之后会尝试拍的，像之前一样，像之前最早做这个抖音号的时候，我经常拍一些，完了再剪一剪。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有一种感觉，像精力不够一样。坚持一件事一定可以成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不坚持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个朋友扎小怪还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，这句话是能给我力量。现在我200斤，得减减肥了。所以刚刚有朋友说我瘦了吗？没瘦，其实胖了。嗯，是胖挺多的。200斤已经到了我的个顶点了，没有超过过200斤，也不会让自己超过200斤。200斤太恐怖了，因为我个儿也不高。对，然后现在也是在考虑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想，就是燃一把，燃一把，然后让自己燃一燃。然后UM 已经也做5年了，第6年了。然后其实遇到瓶颈了，呃，想救一下。如果说救不起来，那就真没有办法，先试一下。嗯，帽子要不旋转180度，还是什么？嗯，这样会更年轻一点。为啥限流号？
原因是宣传小茉莉的时候，就是图图先发了那个宣传小茉莉的视频嘛，然后我也跟着发了一遍，然后就直接就先就是说，规则讲的是抄袭，然后申诉也没有用。但这个不怪吧，这个不怪百里，因为他是也不知道我要发。如果他知道我发，他会告诉我，别跟他发一样。所以在那个小茉莉还没播的时候就限了。他这个暂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是，搜不到，是我这个我现在这个账号是搜不到的，就是一个小黑屋的一个状态，就关注不了我，相当于是呃禁止关注吧，你看都看不到，挺严重的这个，就这个惩罚是挺严重的。对，应该是发共创的。刚好那段时间的话，这个平台抓这个东西抓得很严，就直接给那个什么。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吧，就感觉没有精力了，一下就变得没有精力。本来也想做这个红书小红书，但是突然间就觉得没精力了。限流之前的话还比较有动力去拍这些东西，限流之后就没有动力。是啊，小红书的这个红薯的流量还是挺大的，我觉得现在是除了抖以外最大的了。啊，花点钱找个房子可以进。嗯，当时试着找过这个在抖音工作的人，也解不开了。而且我这种对于他们来讲是属于小号，也不会理这种东西，就是被惩罚接受惩罚就好了。但是说能不能解开是解不开的这个东西，因为已经过去了3年了，快3年，3年都没有解开，就解不开了。哎，怎么说也是一个心血。嗨，米迦勒大魔王，米迦勒大王。据说你经历过拍剧，已经对拍剧没兴趣了，是吗？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没有经历过，不是经历过就没兴趣，一直对拍剧都挺有兴趣的。这个是机会嘛？有的时候是机会，也是说得自己真的也刚好有时间的话，就能去拍。不然我俩也不会连线。哎，连线那都是在，平时有的时候打电话，
就是在那个私下的时候会联系。啊，这个帽子往下一压的话，这个双鱼变成单眼皮；这个帽子一摘了之后变成双鱼。嗯，要做一下动作。哎，上次百里直播间听他唱，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哎，我不了解这些事情啊，这个挺正常的吧？谢谢，因为我心情非常的好，这样。我觉得应该都知道这个那个 UM 工作室，对啊，都知道啊。
大概都知道。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稍微矮一点，矮一点的话稍微的舒服一些。这样，这样稍微舒服一些。是吗？美国好几件，感谢支持 UM。年轻的时候帅，借穿制服中照片，还有穿毛纱衬衫的魔术。慢慢适应。这场直播也是一个实验。慢慢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，成长也是一个成长过程。你们可以陪我一起成长。郑雄老问你吃香吗？我没有觉得我吃香。就是这次说话可能是20%，下次是直播可能就30%，再下次是30%，下次是40%，再下次是45%，然后是50%，逐渐的就到100%，100%就好。到100%的话，得播多少场？但他们说，一个人如果一直都不太喜欢说话的话，经常播，如果播1000场，他能播1000场的话，他都是能成为一个播音员的。所以应了一句话嘛，就是铁杵磨成针。我今天没有，本来我开播的时候以为这个是那个 UM 工作室的号，然后打开之后一看这个头像，不对，我一点开看啊，什么玩意儿都可以，其实都一样的，都是这个号。据说本人超内向，我是挺讨厌我的性格，我自己是挺讨厌我的性格，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外向的。不是啊，没有办法。我要是一个外向的人的话，可能一直都在直播，那可能这种 UM 真的就是可以做的要比现在好得多。那就是因为一直都是一个在镜头面前一直在退缩嘛，所以这个东西在宣传上一直都做不到位，所以就做的不行。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性格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是觉得我这种闷葫芦真的很烦，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这种还不错的。一般外向的人都不太喜欢这种。
喜欢聊天的，就是说讲话可以很快那种，就不喜欢我这种性格。我可能更多的是能吸引一些也是不太爱讲话的人，就是这种叫同频共振。熟了点的朋友，那得是非常熟，话才会变多。我这个人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因为，如果这个人不太熟的话，我就会反复的，如果跟他有一次聊天聊的比较多或者什么，我之后就会反复的想我有没有说错话，就是这个就非常不好，这个是属于，呃，他们说这种是属于高敏感性格，高敏感性格这个东西也改不了，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。我这种就可能是属于那种高敏感人格的话，也有适合这种人做的职业啊，比如说设计师，比如说做这些非常精细的事情。但是现在 UM 又必须需要我自己出来去直播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些东西，那克服慢慢克服。虽然前几场不尽如人意，包括这样聊天的话，也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啥的，你就慢慢来嘛，一点一点来吧。我以后一天会天天播的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和你们成为好朋友，一起成长。对，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成长型的一个博主。啊，这个的确就是高敏感的这个洞察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就是我基本上是可以一眼就看出来一个人是什么人，然后包括这个人的眼神儿，包括他说的话或者什么的，我都知道他背后好几层的含义，我都知道。但这种人也累，就是这种高敏感的人累。所以相对来讲的话，就是高敏感的人会比较喜欢独处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他的能量耗损就没有那么大。那如果他一直出去交朋友的话，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消耗能量。基本打个照面就可以判断出来，是是这个真的是，就是说，真是一眼大概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七七八八都能看得出来。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眼神里边是有故事的，是吗？就是你会感觉这个眼神里是有故事的。会，黑眼球里的东西会更多一些，是吗？情感的东西，他会提。这个之前真就是有一个
心理医生说的，他说你这个眼睛一看就是抑郁型的眼睛，抑郁型，不是那种情感特别丰富的。忧郁型，忧郁型。小野哥在休息呢，等他休息好了之后，他会过来。我觉得你还没觉醒，等你不焦虑，开启人生就可以开挂，是吗？我这个人就这样，我也希望说有一天可以就是，我这个是最近2年才发现，就是做不做事儿的话，都会觉得压力大，就是这种心里的那种焦虑，它就是克制不住的那种。然后就养成了一些新的习惯，就比如说不停的扫地，不停的刷碗，就总得找点什么事儿做，不然的话就是心里会就挺难受的那个劲儿。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个豆瓣上面问嘛，说这样是正常的吗？豆瓣说是正常的，这个就是创业的人都这样，就是日常就会焦虑。健身算是一个释放的好渠道。以前的话也是更多是靠健身去释放这些压力什么的，甚至跑步。我不这一次不健身之前，就是因为跑步跑了3个月，然后膝盖跑坏了，一个是跑步，一个是练腿。这个在坏之前是没有任何预兆的，就突然间这个膝盖就不行了，所以就不跑了。我觉得可能过度，那跑步真的是会分泌这个内啡肽的，觉得大家也都能知道这个，就是越跑越开心嘛。但是膝盖坏了的话就跑不了，那没办法。确实是运动会让人开心，释放压力是的，但是对身体不一定是会好。有想法有焦虑是正常的，希望二哥不要变成焦虑症，不好受，是不好受啊。所以，因为如果我刚才不来做这个直播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刚吃完饭嘛，回来，那我回到房间里休息的话，我还是会焦虑。那我想，那不如就直接过来，赶紧就开播就好了。对，这是一个对抗，是一种对抗，就是总得让自己找点事儿去做，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就选一个最有意义的事情。目前对我来讲的话，直播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其实有躯体反应，会发抖，有点发抖，就是不刻意的控制的话，会有的时候会有点抖，就是焦虑症，是有点焦虑症。这个东西不关乎于成不成功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开始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没创业之前是不会焦虑的，就是这个人一旦他开始创业了，大部分是这样的，就不管他赚没赚到钱，成没成功，
有没有事他都会焦虑。不信你们去搜一下。对啊，我前天还看到一个那个是六什么集团的那个老爷子，70多岁了嘛，那是董事长，他就说他现在他创业30多年了，还每天还在吃那个抗焦虑的药，这在抖音上面刷到的。六什么？就是你这个，你说这个既然不快乐，压力那么大，还有必要坚持创业吗？这个我就要继续跟你说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东西很奇怪，就奇怪在你这个焦虑开始了，你停与不停都会焦虑，那就不如继续了，那就不如继续坚持了。就他这个焦虑开始了，他就压不下去了，这个东西。比如现在要让我出去玩一个星期，或者跑到一个山上，或者是到海边这种地方，然后也会焦虑，就是一直在想什么事情没做啊，还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唐大大是知道的。我前两天跟他说，我就是最近的这个感觉就非常强烈，就是一直感觉好焦虑。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可能是因为创业，也有可能是每个人到这个年龄时候都这样。嗯，那应该就是创业。别管说做这件事情是大的还是小的还是什么，就是真的，它最难的一部分就是心灵煎熬，这是最难的一部分。不知道直播间里有没有跟我同样的一个这种经历、这种感受的人？是吧？对，如果你要是懂这种感受的话，我相信你可能跟我的阶段是一样的，就是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不是只有我是这样的，我后来一搜抖音，那么多人都是这样，就是说创业的都是这样，不是少焦虑，是多少都焦虑。就是不是说了吗？你赚钱也焦虑，不赚钱也焦虑，就是很奇怪这个事情。当然也有这部分原因嘛，需要考虑，承担的压力的确会比较大一些嘛，因为这个真的跟上班不一样，上班不需要承担这么多东西了，你这个创业的话，承担的东西太多了。还拍戏吗？有可能还会拍吧，我也蛮希望百里还会给我留一个位置，这次去演一个保安。
是这个幸福小饼干说的，我觉得蛮对的，就是有些东西只有自己才能感受，是这样。焦虑使人脱发，焦虑使人头发变白，脱发其实还好，没有太脱发。拍戏蛮好，是啊，就是也是换一种角色，换一种角色去扮演一下，换一种心情。多谢你们家的大王，别人觉得很轻松能过去，但是自己就是过不去。嗯，是买了你们家好多的衣服啊，真的多谢支持，真多谢支持。没有就是这些一直支持 UM 的客户的话，就走不到今天，真的是，真走不到。因为我这个小梦想还是在靠，就是这些客户去支持，一直在支撑。这件事情也挺那个什么，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想做自己更喜欢的风格的东西，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考虑大家会喜欢什么。我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。当然，每个人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的，可能有人觉得你这做了什么东西，但是我认为我已经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，就是这样。你这次没法去，哦，这次是没有，这次是没有，对的。对，那你们也要多多支持这个新的这个百里新的这个剧。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 T 恤感觉都比较长一点，能不能做短一点？短一点儿，都是70到74厘米的。如果短于74厘米的话，会不舒服，因为它刚好是盖住这个臀线中间的这个位置。但是可以考虑啊，可以考虑做短点儿的。这个就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吧，就有的人会喜欢稍微长一点。不要问这个，这个回忆中的从前，不要问这种问题，不好，我认为不好吧。行，但是你的意见我都会听进去的，然后加到这个备忘录里。他在做的话，那你不做的太大了。哎，不会吵架，
不要吵架，在这儿。多谢二爷的这个捧场。现在是转型为成长型博主了，求着你们那个什么，陪着我一起成长，即便可能到时候 UM 做不下去了，就做不下去了，反正最后试一下。刚才也说了，再燃一下，最后燃一下。我之前其实也挺那个什么，挺讨厌那个之前自己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，朋友也说你是应该在自媒体这方面要多做一些，这样的话，对于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那个时候就很退缩，就一直是在退缩，一直都是一个退缩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没有抓住时机。我这个时候这个UM 遇到瓶颈了，也是想请人帮忙什么的，后来才发现请谁也不行，就还是得自己自己想办法跨过去，即便是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，比如说直播，直播真的是我非常抵触的一件事情，不 OK。对呀，的确是需要曝光多的，尤其现在做零售的这个不是可选项，是必选项。UM 现在生意不好了吗？遇到瓶颈了，就是宣传口一直做的不好，那其实需要一直直播，需要很多种原因吧。前3年的时候一直都比较不错，第3年、第4年也比较不错，这第5年也还好，就是今年过完年之后，得想办法。不过话说回来的话，因为为什么前2年好？因为前2年我一直在那个某宝直播嘛，所以那个时候一直销量都挺高的。但是我认为我现在的综合的这个质感啊，这个 UM 产品的质感以及完整度什么是要超过前2年的，这些东西是有不停的在提升的。抖音基本没有播过，抖音抖音我只播过2次，就是正经意义的卖 UM 的东西的话，只有2次，所以确实是我感觉是我自己的失误。
而且我以前觉得我还是挺天真的，我认为东西做好了的话，就这个东西是好的，应该就不会那个销量不好吧？然后现在发现不是，就是东西好，真的未必能卖得出去，就是现在真的只是营销的天下。体重1.75米，身高1.81米，一般是穿 XL。不一定。你问的是我胸前的这个吗？我胸嘴瓢了，胸胸前的这个的话就是 XL，但是如果别的款的话，可能就得是别的码。对，所以你得告诉我你说是哪一款。说实话，二哥质感折面是真的很好，是我真的用心在做这个东西，就是它这个质感啊，这些东西质感，不然的话，我的标签也不会是精工高质，就是营销一直很不会做，不懂营销。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，最近尤其是最近几年，是同意。而且我还刚好是疫情之后开始，2000年，可以说是最难的几年，那好事都让我给赶上了。对啊，平时我也是穿自己的那个，穿自己品牌的衣服。嗯，是的，现在还在这个。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什么样的，只知道我的东西确实是好。我们 UM 的这个颜色来讲的话，都是比较素、比较薄度比较低的这种，呃，偏灰色、米色、白色、黑色都是这种颜色。但它会有一个缺点，它这个缺点就是放在网上看好像都是那个样子，所以这个只能看实物。所以说电商也不好做。我也尝试过开实体店，但是真的，如果说没有电商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实体店好做，也轻松。但有电商了之后，实体店就不好做了。实体店不好做喽。然后电商的话，现在就已经不只是说，
像以前一样说东西好就行，不是了，现在是需要能歌善舞。现在就是 Z 时代嘛，这个 Z 时代的一个情况就已经变成了，现在想做零售，就得能歌善舞。不然的话，这个零售就，人家想做零售，如果，哎呦，坏，坏。哎呀，我还是太理想化了，因为当时，想做服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一腔热血嘛，就冲进来了。觉得自己喜欢做这个东西，喜欢设计一些小东西。杀了之后才发现太拥挤了，想出海更难。但是既然选择了，能不能放弃？配饰之前也做过帽子、内裤、袜子什么的东西，其实都想过做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之前一个叫什么爆发式时代，那个时代是2019年以前，就是说真的是好做的，好做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能说，赚到这个钱，然后去匹配这个精力，再去增加新的东西增加什么帽子、什么配饰、鞋这些东西。但是现在是整个大通缩时代，这个我觉得大家也都懂，都很保守，都很谨慎，谁也不是说特别敢去再去那么大力的去压什么东西了，已经。我们是合作的工厂，二哥适合在后面做设计，我弄一个擅长做推广合伙人。想啊，但是这个更难。发现更难之后，就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硬上。对，以前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想，比如说之前那个大促的时候不是招主播吗？招主播之前的时候，就跟同事说，哎呀，不用招个主播不就行了吗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结果到招的时候才发现，招这个人是最难的。其实
其实想一想，什么别的都没有那么难，只有说人才这个东西是最难的，所以说 HR 很值钱。那同样也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嘛，说明我能力是有限的，真的就也没有太大必要去逼着自己，就这么大能耐，承认就好了。当个颜值主播，没有颜值呀。拿这个充电宝。而且这么长时间做这个事情，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触，就是越来越务实，真的就是会务实，又不是不像之前的时候还会说比较在意面子上的一些东西，现在没有，真的就是更能接受，更能接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这么一个事实，更能接受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一个人。我的社会经验不够啊，可能是吧。昨天晚上呢，为什么一直在提醒我这个音量特别小，应该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设备？昨天晚上状态不错啊，昨天晚上状态很差。昨天是第二场嘛，播的云里雾里的，今天是第三场。我现在都记得，我现在要记每天播了几场，我要看一下1000场到底能发生什么。真的能播到1000场吗？1000场会什么样？个人直播真的很无聊，2个人直播可以有说有笑，是2个人肯定会相对比较热闹一些，但是个人直播是非常锻炼人的，会更锻炼人一些。然后小伟哥人家也要回去工作啊，人家也不可能陪我一直陪着我，也只是帮我打开这个，就是这个回避的这个门，帮我打开一下。这衣服不是瘦的呀，
不是瘦的，是瘦的、胖的都可以，一般是100斤到200斤都是可以的。啊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了。不是只有胖子才能穿的，是瘦的也可以穿的。暂时没有固定时间，但是我估计应该是每天晚上都会播吧。对，是每天晚上都会播。是昨天晚上2个网友互扯头发，就是还是挺有节目效果。爆料爆什么料？我也没有什么料。怎么说？就是确实是也有可能赚这么多，这在香港的话还是比较正常的。其实没有啊，你可以问我，你可以说一些你知道的事情，然后我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。是这个我承认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遗憾，非常大的遗憾。这没办法，我认为最好的都在双眼皮之前。然后所有不好的都接踵而来。这个不要改变脸，那什么，改变是真的会改变运气的。很多人都有啊。四人吧。嗯，就是四。嗯，对啊，戴帽子会增加一些。
哎，这个凳子，一坐还挺好玩的，不，不是90年代。是感觉没有什么，好吧。然后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到这儿，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再聊，就是有点累了，拜拜。